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新开办的这个栏目啊，这个真朋友读书。我想办这个栏目已经很久了，因为我觉得就是你看这个 YouTube 上有这么多快速看电影的节目，当然就是很多经典大片你还是得看这个原片啊，这个经典的书籍呢你也得看原著。但是呢，很多人他没有时间啊，那我们能不能比如说通过一个30到50分钟的一个篇幅，能给大家每一期来深度的讲解一本好书啊，这个是我的一个理想之一啊。所以那今天呢，我们就是万事开头难，我们就先开个头。那我们的第一本书呢，就是来解读这个许成刚教授的著名的这本《制度基因》啊。我们今天来深度解读许成刚教授的《制度基因》在历史的 DNA 中寻找中国命运的密码。那当繁荣的迷雾散去，我们该看向何方呢？那今天呢我们来用一期节目的时间去啃一块硬骨头。这本书就是最近2年在中国的研究学界是深水炸弹的炸醒了很多还在做着转型梦的人的书啊，也是为我们理解当下中国发生的一切，从经济的突然失速到社会管控的全面收紧，我们来提供一张几乎是目前为止最精密的导航图。那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制度基因：中国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的起源》这个 Institutional Gene Origin of China's Institutions and Totalitarianism。 那么它的作者呢是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许成刚教授。那在正式翻开这本书之前我想请大家在脑海里回放一下过去的40年，我们的这一代人无论身处中国还是在海外关注中国，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近乎信仰的预期，那就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随着摩天大楼拔地而起，中产阶级口袋鼓起来，大家开始有钱那中国一定会变的。那怎么变呢？那很多人期待，特别在胡温时期期待的就是会变得更加开放，更加包容，更加民主，最终融入现代人类文明的主流秩序。这不仅是我们的愿望，也是西方当时主流学界不管是政治学还是经济学，在过去几十年的标准预测。他们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叫现代化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必然带来民主转型。然而中国的现实却给了这个理论一记响亮的耳光。当繁荣的迷雾散去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走向宪政的中国，而是一个权力空前集中，对社会控制无孔不入的超级利维坦这个超级的1984预言的这个老大哥国家那许多人迷茫、痛苦甚至绝望，大家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为什么？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是因为某一位领导人的个人意志改变了历史的航向吗？还是说这艘巨轮的龙骨早在下水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它今天的航线呢？那许成刚教授这本《制度基因》给出的答案是残酷而冷静的。他告诉我们，这不是意外，这就是基因决定的命运，这是一种宿命。那我们来抛开枯燥的学术用语我们来给大家用这个讲故事的方式带大家钻进这个历史的深处像生物学家一样解剖中国制度的基因。我们将回答3个最核心的问题第一，为什么中国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集权国家？第二，为什么改革开放40年原本看似已经松动的政治改革的土壤会重新板结开倒车？第三，在这个强大的制度基因面前，中国的未来究竟会走向何方呢？那为了把这个事情讲透我们今天用比较长的篇幅不要只看皮毛，我们来开始今天的这个思想探险。那第一部分呢，我们先来看一看许教授的背景一位经济学家的家族史与他的终极困惑。那在解读这本书之前，我们必须给大家讲讲作者的个人故事，因为所有伟大的著作其实都是作者生命体验的一个升华。许成刚教授并不是那种一直坐在象牙塔里只看统计报表的书斋型的学者，他的每一个理论推论的背后都流淌着是家族的血泪和个人的苦难的记忆。那许成刚的父亲非常有名他叫许良英。对于稍微年长一点的朋友或者对科学史感兴趣的朋友，这个名字是如雷贯耳的，因为许良英先生是著名的物理学这个历史家物理学史家，也是3卷本爱因斯坦文集的主要编译者。当我们把时光调回1940年代的时候，抗日战争和这个国共内战的岁月，那年轻的许良英是浙江大学物理系的才子，深受中国物理学泰斗这个王淦昌先生的赏识。按道理说他应该走上一条纯粹的科学家之路，
但是当时确实国民政府腐败无能啊，社会黑暗。那年轻热血的许良英呢，做出了一个改变家族命运的决定啊，他加入了中共的地下党。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一个满脑子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物理高材生，为了追求心中那个民主、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在深夜啊为中共传递情报，在白色恐怖下啊坚持斗争，那是何等的理想主义！那1950年呢，新中国成立的第2年啊，这个许成刚在杭州出生啊，他是真正意义上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啊。他的童年呢，原本应该是在父亲的科学启蒙中度过的。许昌回忆啊，这个小时候父亲带他去北京天文馆，给他讲地球为什么绕着太阳转，讲白天黑夜的奥秘。父亲对待他的提问非常认真啊，从来不用哄小孩子的话来敷衍，而是把他引向科学的逻辑。但是命运的过山车啊，在1957年冲出了轨道。那一年反右运动爆发了，许良英先生因为性格耿直，在党内会议上公开反对人民日报关于批判楚安平啊这个张伯钧等知识分子的文章。他天真的以为中共是可以听得进真话的，结果他被划为极右派，不仅开除党籍，还剥夺公职，遣送回老家农村当农民干苦力。这一去就是整整20年。他对于年幼的许成刚来说，天都塌了。昨天还是受人尊敬的革命干部、科学家的孩子，一夜之间变成了黑五类、狗崽子。他在清华附中读书，原本是少先队的大队副队长，成绩优异。但是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他能清晰地感到周围眼光的变化，那种无处不在的歧视和压抑。最讽刺也最让人痛心的细节，是制度基因在他的微观人性上最可怕的体现。尽管父亲遭受了如此不公正的待遇，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许良英依然教育儿子要忠于党，要忠于毛主席。许良英当时固执地认为自己被打成右派，是党内的坏人在搞鬼，是下面的人把经念歪了，毛主席是双眼被蒙蔽了。他甚至在农村劳改的时候还在这个逻辑里打转。这种教育让年少的这个许成刚啊陷入了巨大的精神分裂。一方面呢，他亲眼看到父亲的苦难，看到农村的贫困；另一方面，他又被灌输这依然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制度。这种困惑啊，在1967年达到了顶点。那一年，文革进入了高潮。17岁的许成刚作为反动学生啊，被卷入了风暴。他去了这个黑龙江建设兵团，在那冰天雪地的北大荒，他这个干着很重的农活啊，亲眼目睹红卫兵的暴行，亲身体验了那种失去理智的集体的疯狂。更重要的是，他在最底层的农村看到了中国农民真实的生存状态，那根本不是报纸上宣传的幸福生活，而是赤裸裸的贫困和饥饿。就在那片黑土地上，在没有书读的漫漫长夜里，许成刚开始自学。他自学了数学，自学了英语，自学了电子学。更重要的是，他开始思考为什么一个宣称要解放全人类的理想会演变成这样一场人间浩劫。他在后来回忆中说啊，他对中共政权性质的好奇就始于1967年那个寒冷的冬天。文革结束之后啊，许成刚凭借惊人的毅力考入了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后来又远赴重洋，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在哈佛呢，他遇到了几位对他影响深远的导师，包括现在的诺贝尔诺贝尔奖的这个得主啊，这个埃里克·马斯金，还有奥利弗·哈特，以及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特别是科尔奈对他影响很大啊。那这位从社会主义阵营出来的经济学家，对计划经济有着入木三分的洞察。他在哈佛的课堂上啊，没有把中国简单的看作一个发展中国家，而是把它放在了共产主义集权制度的全球视野中去考察。这把钥匙最终打开了许成刚心中那个1967年就开始生锈的锁。经过几十年的研究，许成刚终于完成了这本巨著啊，《制度基因》。他要把他在北大荒的思考，他在哈佛的学术训练，以及他父亲那一代人的悲剧，熔铸成一个解释的框架。而这个框架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角——制度的基因。好，第二部分我们来看啊，什么是制度基因呢？它是一个生物学的隐喻啊。那制度不是生物，哪来的基因呢？其实呢，许成刚教授呢是用这个生物学的隐喻啊。那么这个隐喻其实是非常精确的。我们知道，在生物学里，基因有2个最核心的特点。第一，它能自我复制啊，这个 self replication。第二，它决定了生物体的基本性状。你把一棵柳树的种子带到美国，带到非洲，只要它发芽，它长出的还是柳树，绝对不会变成松树。
环境可以改变它的高矮胖瘦，却改变不了它是柳树，它叶子的形状这些事实。许常认为啊，一个国家的制度演变也有类似的机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某些最基本的制度元素，比如权力的结构、产权的归属、意识形态的控制方式，它们会像基因一样，一代一代的自我复制。哪怕经历了朝代更替，哪怕发生了革命，哪怕换了国号，这些核心的基因往往不仅没死，反而借尸还魂，与新的外来的制度结合，变得更加的强大。在书中啊，许正刚提出了一个震撼性的观点：当代中国的制度实际上是一个混血儿，它是由两股强大的制度基因杂交而变成的怪兽。那有两种基因，哪两种呢？第一种啊，是来自中华帝制2000年的土著基因；第二股是来自苏俄的布尔什维克的外来病毒基因。大家注意啊，这里许教授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论断：极权主义 （totalitarianism） 作为一个现代制度，其实是外来的。中国古代虽然有专制，但那其实还只是威权主义 （authoritarianism）， 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极权。极权主义这个东西啊，是苏联共产党通过共产国际像传教一样带到中国来的。但是苏联在全世界输出了这么多革命，东欧、朝鲜、越南、古巴，对吧？祸害了这么多地方，为什么只有在中国这个制度扎得最深、活得最久，甚至在苏联自己都崩溃了30多年后，中国这边的版本还能够升级成超级集权大国呢？那许成刚的答案是，因为中国本土具有帝制的基因，和苏联的集权基因发生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完美匹配，这是完美风暴呀！他们不仅不排斥，反而像拼图一样严丝合缝地扣在了一起，互相加强了对方。这就像两种病毒单独存在的时候可能还有弱点，但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产生了一种超级能够抵御现代文明的各种冲击的超级病毒啊！那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混血巨兽放在显微镜下，一层一层地剥开它的基因图谱，那我们将会看到呢，那些我们自以为是传统文化的东西，是如何变成了集权统治的帮凶；那些我们以为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又如何被这个基因啊锁定在了一个无法突破的牢笼之中。好，我们来看第三部分，第一股基因的详细解析，中华帝制的三位一体。那我们先来看中国本土这股基因。那许成安教授在书中把它总结为中华帝制的三位一体。这三个要素从秦汉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末，深深地刻在了中国社会的骨髓里。首先是皇权专制与官僚体系啊，郡县制。大家在历史课本上都学过废分封啊，这个废分封行郡县啊，但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这对制度基因意味着什么。那在欧洲的封建时代，国王下面有大贵族，大贵族在自己的领地上有独立的司法权、税收权和兵权。国王想干点什么，都得要跟这个贵族商量，甚至要看贵族的脸色。这就是权力啊，有一种制衡的传统。这种制衡虽然不是说民主啊，但是呢，它培养了契约精神和分权的意识。但在中国啊，自从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这种贵族制就被彻底消灭了。那皇帝通过郡县制，把权力直接插到了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所有的官员都是皇帝的雇员，由皇帝任命，随时可以被皇帝罢免，甚至杀头，生杀予夺啊。那么在这个系统里，没有独立的贵族，没有独立的教会，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从制度上去制衡皇权。许成刚指出啊，这种体制虽然在古代被称为专制，但它为现代的集权铺平了道路。因为当共产党接管政权的时候啊，它不需要像欧洲那样还要费力去铲除强大的贵族阶级或者教会的势力，它面对的就是一片平坦散沙化的社会。这片土壤真的太适合大一统的集权来生根发芽了啊！那第二呢，有一个非常核心的论点，叫土地的国家所有制，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也是许教授特别在书中强调的。那在很多人的传统印象里啊，中国古代好像也有地主啊，也有私有制啊。但许成刚通过详细的史料分析，告诉大家，在法理上，中国古代讲究的是普天之下啊，莫非王土。虽然在实际操作中，所谓允许土地买卖啊，还有地契啊，但这种私有产权其实是极其脆弱、没有保障的。皇帝随时可以以各种理由，战争、迁都、修陵墓，都可以无偿的征用土地，或者通过抄家来剥夺富人的财富。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形成像西方那样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产权观念和社会共识。这种产权在国的基因啊，到了1949年之后，与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一拍即合。为什么中国搞土地改革、搞公私合营能那么顺利呢？因为在老百姓的潜意识里，
财产本来就是朝廷给的，朝廷要收回去，那虽然痛苦，但似乎也有某种天然的合理性。这与英国光荣革命时期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产权观念是迥然不同的两个世界。那第3小节我们要讲科举制啊，思想与人事的双重控制，这个其实是最精彩也最令人细思极恐的部分。许昌教授在书中对科举制进行的批判可谓入木3分。我们通常认为科举是中国伟大的发明这个是选贤任能的唯才主义，甚至西方文官制度也是参考了中国的科举制这个实际上是无稽之谈但是呢，这个许成刚一针见血的指出，科举制不仅不是这个所谓的这种任贤任能的这种人事选拔制度，它其实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最精密的洗脑工程。科举制的核心是什么？是把全天下最聪明的人都圈养在一个笼子里，这个笼子的名字叫儒家经典45经大家想象一下，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从3、5岁开始想要出人头地，唯一的路径就是背诵45经，去揣摩皇帝喜欢他的微言大义。他不能研究物理，不能研究商业不能思考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就是说这些都叫奇技淫巧不值一提。他的所有智慧都消耗在了解释和维护现存的秩序上。那许成刚在书中引用了丰富的史料来佐证这一点。比如说科举考试的这个考场叫贡院，这个大家有没有现场看过那个贡院这个环境比监狱还糟糕。为了防止作弊考生要被关在像蜂巢一样密密麻麻的号舍里。这个号舍有多小呢？往往连腿都伸不直，吃喝拉撒都在里面，一关就3天3夜有的小说里写的是考生为了煮粥，在号舍里用的小炉子不小心打翻了以后烫得哇哇叫，还得忍着继续考。这对肉体和这个精神都是双重的折磨和规训，本身就是一种极端的服从性测试，就像中国在疫情期间进行的那样。你能忍受这种非人的折磨，说明你够听话够驯服是皇帝想要的人才。他再讲一个更荒诞的故事，这个是明代著名的南北榜案。明朝朱元璋时期大家知道朱元璋是真的是这个中国历代皇帝里面这文化水平最低的一个人，最凶残的一个人。那么有一年科举考试放榜，他一看怎么录取的51个人都是南方人那么当时南方经济文化确实比北方发达南方考生水平就是高但是朱元璋是什么地方人呢？他是苏北人，对吧？他算是北方人因为苏北也是这个和北方的这个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是一样的。那皇帝看来坚决不行，朱元璋勃然大怒，认为考官有地域歧视，是结党营私。结果怎么样？把考官全杀了，被凌迟然后亲自下令重新录取了61个北方人。哎呀，这个真的是这个匪夷所思这个故事说明是什么呢？说明在科举制度下，所谓的任贤任能，所谓的凭才学来当官，根本就是假的，是个幌子。皇权的意志才是真的。科举本质不是为了选拔最优秀的人，而是为了选拔最符合皇帝政治需要的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很少有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去挑战皇权的人，因为他们的脑子已经被格式化了。许成刚把科举制度看作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在意识控制方面的史前版本。那么他实现了2个目标。第一是人事的控制，皇帝垄断了所有精英的晋升通道，天下英雄进入无囊中。第二，思想控制确立了儒家意识形态的绝对的垄断地位，消灭了异端思想生存的空间。这套系统遇到了共产党的干部档案制度、政治学习制度的时候简直是无缝对接因为本来这种就是歪理邪说这其实本质上已经跟马克思的关系都不大了就是列宁特别是斯大林发明的这些集权制度都是在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地方发明的。那么这套系统两边的系统一结合起来，无缝对接以前背45经，现在背领袖语录，对吧毛主席语录。以前考八股文，现在考这个申论现在的文章为什么中国那些文章它都用什么 DeepSeek 去写因为这些文章本来就不值得人去写，全都是文字垃圾这才是为什么这简体中文的这个语料训练的大模型都是你不能指望它有什么真正高的水平那所谓的制度基因就这样完美的复制了下来这和生物的基因一样 replication 好，第4部分我们来看第2股基因，这个布尔什维克的病毒的植入那如果只有中国本土基因
中国大概率可能是在治乱循环中打转啊，或者像清末那样慢慢向君主立宪、向威权、向共和一步一步转变啊，可能是好的转变。但是在20世纪初啊，另一股强大的病毒基因，苏联的这个布尔什维克被强行注入了中国。史成刚在书中分析啊，苏联的极权主义核心这个真正的基因是3个核心的组件啊，他认为俄国版的极权3要素。第一是秘密警察与恐怖统治，这是从沙俄时期秘密警察制度演变而来，被列宁和斯大林发扬光大的。从契卡到科格勃，这种通过暴力和监视来维持统治的手段是布尔什维克的看家本领，他让恐惧成了统治的基石啊！大家如果去看那个英国 BBC 拍摄的那个切尔诺贝利啊，那个也是一个算是档案电影啊，纪录片电影，那里面就是这个当时核电站的一些科学家啊，他在聊着天，后面就有人跟踪啊，有人监听。好，第二呢是党国体制啊，党凌驾于国家法律和军队之上，党不仅是执政者，更是国家的灵魂和大脑，所有非党的组织都要被消灭或者渗透。第三是计划经济与国家所有制，消灭私有制，国家也就是集权控制了经济的所有命脉。但这2股基因，中国的皇权加科举与苏联的党国家秘密警察相遇的时候，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结合啊！那许成刚特别指出，中国之所以能够比东欧国家更完美的接受苏联模式，恰恰是因为中国有科举制留下的文化底子。我们对比一下东欧国家啊，比如像波兰啊、匈牙利啊，他们的历史上，第一有贵族的传统，有天主教会的传统，教会啊在那边是独立的，这个民间社会所谓的 civil society， 它的力量很强，老百姓心中有另一套道德权威，不完全听政府的。所以呢，苏联模式在那里一直是水土不服，对吧？从布拉格之春啊什么的，你看东欧一直是不平静，它像是一个强行移植的器官，身体一直在排异。但是在中国啊，科举制早就把民间社会铲平了，把知识分子的脊梁骨打断了，大家习惯了大一统，习惯了思想定于一尊。当共产党带着一套更严密、更现代化的红色科举来到中国的时候啊，中国的官僚系统不仅没有排异，反而觉得，哎呀，这就对了呀，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东西，甚至觉得比原来那一套更带劲儿，更有效率啊！这就是为什么极权主义在中国扎根如此之深的原因。它不是外来的一种单纯的强加，是外来的种子遇到了最肥沃的本土的土壤，一起生长出来的怪物。好，我们来看第5部分，基因的突变，从大跃进到文革啊，到这个所谓 RADT 的这个诞生。历史啊，并没有完全按照苏联的剧本走。如果完全照搬苏联，中国可能也就是另外一个僵化的苏式的工业国。许成刚在制度基因中花了大篇幅分析了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是中国集权制度与苏联集权制度开始分道扬镳的开始，也是中国的这个制度基因发生突变的时刻。苏联的集权啊是高度科层化的，依靠技术官僚的中央集权。斯大林虽然残暴，但他却非常依赖这个计划委员会啊，叫 Gosplan， 那么依赖专家来管理庞大的工业体系。苏联的工厂从莫斯科到这个西伯利亚，指令是一层一层发下去的，非常死板，但是也有它的秩序。但是毛泽东啊也没有这个文化水平啊，他不喜欢这一套。毛泽东是一个带有浓厚的帝王思想的农民革命家啊，大家看一下他的那个床头最喜欢的书是什么？《资治通鉴》，就历史上这些其实就是这个《延禧攻略》啊，历史上宫斗的集合。那么他讨厌苏联那种死板的官僚体系，他更迷信群众运动，迷信人的意志。他觉得那些专家官僚都是累赘，只有所谓发动群众才能创造奇迹。于是1958年，毛泽东做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决定，行政分权。他把原本属于中央部委的权力啊，大量的下放给这个地方政府，中央只管大方向、路线方针，具体怎么干、怎么搞经济建设，全交给各省跟县去搞。这就形成了许成刚理论中最具有原创性的概念，叫区域管理的集权主义 （Regionally Administrated Totalitarianism） 啊，简称叫 RADT。啊，注意一下这个词很关键啊。这 RADT 呢，它是集权的，它是有这个 totalitarian 的。那么党控制一切，控制人事，控制思想，控制产权。但它又是区域管理的，叫 regionally administrated。那么中央不像苏联那样直接指挥每一个工厂，而是让地方官员像封疆大吏一样去管辖辖区内的经济。这个制度结构啊，直接导致了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啊。许成刚用锦标赛竞争啊 tournament competition 来解释这场灾难。
在这个 RADT 的体制下，中央给地方定了一个单一的极端的指标，比如说钢铁产量翻倍，或者是粮食亩产万斤。那因为行政权下放了啊，这地方官员为了保住乌纱帽，为了升官，就开始疯狂的搞竞赛。张三报了亩产5000啊，李四就敢报亩产10000，谁报的少，谁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谁就要被清洗。在这场疯狂的赌局中，没有什么科学计划可言，只有对政治忠诚的恶性竞争。书中提到了很多具体的例子，比如在河南第一个建立人民公社的地方，为了向中央表忠心啊，率先搞了反瞒产运动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既然我不相信粮食是真的减产了，那一定是农民把粮食藏起来了啊。于是呢，干部带队进村搜粮，把农民的口粮、种子粮全部抢走，惨绝人寰，拿去上交国家，证明自己完成了指标。许成刚在书中引用了很多令人心碎的数据。大跃进期间，尽管全国粮食大幅减产，但政府征购的粮食却创了历史新高啊！多么恐怖啊！为什么呢？因为地方官员虚报产量，中央就按虚报的产量来征税，这就形成了致命的死循环。下级为了生存必须撒谎，上级根据谎言制定更离谱的政策，下级只能撒更大的谎。这就是 RADT 啊，所谓区域管理的集权，竞争性的恶性竞争的集权，这种惨烈的预演。它证明了，当集权主义与地方竞争结合的时候，它能释放出比苏联式僵化体制更大的破坏力，因为它切断了所有的纠错机制。紧接着是文化大革命。许成刚指出啊，文革其实就是毛泽东对苏联官僚体系的进一步摧毁。他砸烂了公检法，砸烂了党政机关，看似是无政府主义，其实是为了建立一种更纯粹、基于个人崇拜的集权。在这种状态下，法律荡然无存，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彻底崩塌。许成刚自己在北大荒的经历，正是这种制度基因突变下的个体的注脚。好，那我们再来看第6部分，改革开放的真相啊 ，RDA 的幻觉。时光啊，来到了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中国经济面临崩溃。通常的叙事是啊，邓小平这位总设计师设计了改革开放的蓝图，把中国带向了繁荣。但许成刚在制度基因中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解读。他说，邓小平当然有功劳，但他并不是什么全知全能的总设计师，改革也不是自上而下精心设计出来的。改革之所以发生啊，是因为那个 RADT 的体制在文革后期已经难以为继，地方太穷了，老百姓都要饿死了。在这个时候，正是因为 RADT 体制本来就带来了很大的地方的自主权啊，这一点和苏联完全不同啊。苏联地方是没有权利的，但一些胆大的地方，比如安徽的小岗村，比如广东的宝安县，也就是深圳啊，那么开始为了生存，偷偷摸摸的搞包产到户，搞边境贸易。邓小平的高明之处呢，在于他默许了这种做法。他发现，只要不触动党的领导这个底线，让地方去搞经济竞争，居然能创造惊人的财富，能救共产党的命。于是 RADT 体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许成刚称之为区域分权的威权主义，叫做 Regionally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 RDA 啊。在这个阶段，中央地方这个对地方的考核指标就变了，不再是看你抓阶级斗争狠不狠，而是看你的 GDP 增长快不快。这其实就是把大跃进时期的政治锦标赛换成了经济锦标赛。这一换，一开始效果确实立竿见影，地方官员为了 GDP， 为了招商引资，像店小二一样伺候外商，甚至不婚不惜这个破坏环境啊，压低劳工权益，搞低人权优势。中国经济的腾飞，很大程度上就是靠这种向底线挑战啊，这个不顾底线赛跑的地方性的竞争。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国能迅速的成为世界工厂，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市场，这个市长啊，这个地方官员啊，能够像中国的市长那样，为了让一个工厂落地，可以一夜之间暴力拆迁，把几千户居民强行迁走，为企业提供几乎零成本的土地和税收优惠。这种低人权优势，恐怖的低人权优势啊，是 RDA 体制的核心竞争力。但是这里有一个巨大的但书啊，那么许成刚提醒我们，大家千万不要被这个表面的繁荣迷惑了。虽然经济表面上看，短期看是搞活了，私营企业是发展了啊，但这个体制的基因，那个致命的 DNA 从来没有改变过。党依然控制了所有关键的资源，土地还是国家的，银行还是国有的，大型国企依然垄断着上游命脉，石油、通讯、电力等等。法治依然是缺位的，
私营企业家的产权从来没有得到宪法级别的保护，你的钱是党让你赚的，党哪天不高兴了，随时可以收回来。那许成刚呢，用了一个词啊，叫做软预算约束啊，叫 soft budget constraint， 这个是他导师这个科尔奈的概念啊，这个也是最近这个学界的一个流行语。在中国啊，国企亏损了，银行会无限制的输血，地方政府欠债了，中央会想办法兜底，而私企呢，私企是待宰的肥羊，这导致了资源的极大的浪费。许成刚指出啊，中国之所以能维持这么多年的高增长，是因为早期的私营企业所谓的硬约束啊，效率极高，填补了国企的推动。但随着国企越来越大，现在还要鼓励国企发展啊，那么地方债务越来越高，这个游戏就玩不下去了，因为你的钱总得有个来源啊。那西方的观察家在过去30年，很多人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以为这种 RDA 模式分权威权制是通向民主的过渡阶段。他们套用了现代化理论，以为只要经济自由了，中产阶级多了，中国就能自然而然的像韩国或者台湾那样，自然的转型成为民主政体。许成刚教授冷冷地指出，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韩国和台湾虽然也经历过威权时期，但是他们有私有产权的基因，有法治的萌芽。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一个控制一切的怪物，那个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在中国，这个集权基因只是在沉睡，他是邓小平所说的在韬光养晦啊。一旦他觉得经济力量足够强大了，统治安全受到威胁了，这两种情况任意，这个集权的基因就醒过来了，露出了他这个非常狰狞的獠牙啊。好，我们来看这个第7部分，我们来讲这个习近平所谓新时代的反祖啊，不忘初心的这个逻辑。这也就解释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为什么会有国进民退？为什么会有对互联网巨头、对什么教培行业的打压呢？为什么会有3年动态清零的这种荒诞的闹剧呢？那很多人觉得这是习近平个人的执政风格，但在许成刚教授看来，这是制度基因的回归，是不忘初心的必然的结果。当私营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马云这样富可敌国的商人，甚至出现像公共知识分子这样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时，集权体制的统治者感到了本能的恐惧，他们害怕失控，他们害怕像苏联那样因为放松了控制而一夜崩溃啊！所以呢，他们必须要收权，他要把之前放出去的权力通过顶层设计全部收回到中央集权当中。许成刚在书中提到，习近平的集权实际上是把改革开放那个时期相对宽松的 RDA 分权威权重新拉回到了 RADT 本质上是集权的轨道上。那么这不仅是政治上的倒退，更是经济上的自杀。因为我们前面说了啊，中国经济过去40年的活力全靠地方政府的竞争和私营企业的闯劲儿。如果你把地方的手脚捆住了，让官员躺平了啊，因为多做多错不如不做，你把企业家信心打掉了，因为今天可能是马云，明天可能是我啊，那动力熄火了，引擎空转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即使中央出台再多的刺激政策，经济也起不来的原因，因为制度基因里的激励机制被破坏了。许成刚讲了一个非常形象的例子，就是所谓的这个3年防疫，对吧？抗疫。那么在集权体制下，当最高领袖把清零作为政治任务时，这又变成了一场大跃进式的闹剧，这闹剧式的锦标赛啊，破坏力极强。大家看，这和1958年的逻辑一模一样呀。中央定了一个单一指标，清零，地方官员为了这个指标，不在乎老百姓的死活，不在乎经济的凋敝，他们只在乎那个零。为了这个零，他们可以封锁一整座城市，可以砸烂几万人的饭碗，可以让人活活饿死，可以把人关在着火的楼里不让出来啊！这就是那个引发了白纸运动的这个乌鲁木齐的这个事啊。那这不是因为地方官员天生邪恶，而是因为在这个制度里，如果你不清零，你的乌纱帽就没了；如果你清零把经济搞垮了，那是代价，那反而是可以原谅的。这就是制度基因的力量，它穿越了时空啊，让1958年的悲剧在2022年再次重演了。好，第8部分我们来讲一下终局，极权主义的宿命与战争的阴影。那书读到这里啊，大家的心情可能已经非常沉重了。那既然这个基因如此强大，那中国的未来在哪里呢？许成刚在书的最后给出了一个非常悲观但又极度清醒的判断。他说，极权主义制度 totalitarianism 和威权主义制度 authoritarianism 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威权制度是有可能和平演变的，比如韩国、台湾、西班牙
独裁者老了，外部压力大了，他们是可以坐下来谈判的，是可以妥协的啊。就像其实像台湾对吧？那也是因为这个刘江南案对吧？这个当时可能蒋经国确实不知情啊，那么这情报局的官员直接跑到就在旧金山南边啊这个戴笠城去刺杀刘江南，所以呢，因为这个事儿啊，可能也是导致这个蒋经国最后加速了他的这个让台湾民主化的进程的一个最后一根稻草吧。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威权制度啊，它本身是有希望的。但是呢，就我们现在说完威权制度啊，就是私有制，因为它在威权制度里面其实是部分存在的。那么社会是有力量的，双方还是有博弈的空间的。但是我们说到集权制度啊，从来没有和平演变成民主的先例。大家记住这句话，集权主义制度从来没有和平演变成民主的先例。为什么呢？因为集权主义把社会的一切都吞噬了，它没有独立的教会，没有独立的工会，没有独立的商会，社会是一盘散沙，每个人都是原子化的个体。当这个庞大的机器运转不灵的时候，它不会慢慢刹车，它只会突然崩塌，脆性崩解。就像苏联，昨天看起来还坚不可屈，这坚不可摧啊，拥有几万枚核弹，今天一夜之间突然就可以解体。许志刚警告说，中国现在正走在苏联的老路上，虽然中国吸取了苏联的所谓教训，在经济上搞活了这么多年，延续了中共的寿命，但现在啊，随着这个权力的重新集中，随着对社会的全面压制，中国正在失去自我纠错的最后那一点能力啊。他特别提到了战争的风险，这是让人不寒而栗的一点。历史告诉我们，当集权国家面临内部无法解决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时，往往会选择通过对外扩张来转移矛盾。纳粹德国是如此，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是如此，对吧？包括进攻阿富汗，那个是勃格日涅夫时期啊。那么普京的俄罗斯啊，也是类似的这种案例。那许成刚呢，引用了著名的经济学家米塞斯啊，1940年代的这个历史的警告。米塞斯当时就说啊，如果我们不看清极权主义扩张的本质，我们就会付出惨痛的代价。那许成刚曾经提到啊，美国和西方世界在朝鲜战争之前完全不理解共产集权是要发动战争的，他们以为可以像对待正常国家那样搞绥靖，结果导致了朝鲜战争的爆发。而现在世界可能又站在了类似的十字路口，台海的紧张局势不仅仅是地缘政治的博弈，更是这个集权制度内部危机外溢的表现。那我们来看我们这一次这个读书啊，我们读书节目第一期的一个结论，在基因的阴影下，我们可以做什么？那么许章安教授的《制度基因》这本书的很多论点都给大家会带来很大的震撼，因为它很多不同于传统的观点。但它不是一本让人读了心情愉悦的书，而是像一把手术刀，冷冰冰地划开了中国社会的机体，让我们看到那些缠绕了千年的血管和神经。他告诉我们，不要幻想有什么救世主，因为皇权思想本身就是毒药。不要幻想经济发展了，自然社会就会自由。因为如果产权不在你手里，财富随时可以变成枷锁，变成软肋。不要幻想这个体制会自我改良，因为它的基因决定了它的排他性。看清真相本身就是力量。许成刚在书的最后虽然没有给出具体的药方啊，因为作为学者，他负责诊断，不负责开药，开药是政治家是革命家的事情。但是他暗示了希望的方向，那就是社会的共识 social consensus 需要社会共识的觉醒。制度虽然有基因，但人不是机器。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私有产权的重要性，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个人权利不可侵犯，当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大一统的神话时，新的基因就能开始悄悄的孕育。英国的宪政也是从这个 Magna Carta 从这个大宪章那个小小的共识开始演化了几百年的其实这里面还说到一个相关的类比就是有一种所谓的这种叫什么连环杀人犯基因就是类似这种暴力基因。结果呢，科学界研究了好多年，才发现其实呢它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它只是可能碰巧犯下重案的人有这个基因而已，并不是说有这个基因的人就会犯下重案所以其实中国的希望我觉得就在这个地方。那许成刚教授这位已经年逾70的老人，用他毕生的心血写下了这本书，其实就是为了散播像这样一颗润枝的种子。他说，我的目的是讨论制度的演变，我们需要非常认真的去看历史，因为只有看清了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才能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第一期的读书就读到这里
这个确实是一期非常硬核、有些沉重的节目。那感谢大家陪我们一起读完这本书。如果大家觉得读这本书对理解当下的中国有帮助欢迎这个点赞订阅然后把这期节目分享给更多思考的朋友，也可以在评论区进行讨论那么在历史的洪流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尘埃，但至少我们可以做一粒清醒的尘埃。好的，那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频道欢迎大家这个下载我们的 APP欢迎进入言论自由的通讯和这个社交媒体。那我们下期再见。